怎么会有高级手工坊系列办在纽约地铁站呢？快时尚品牌这一次应该觉得非常的好抄，简单的像优衣库一样。有的人觉得 Matthew 呢在毁掉一个 Chanel。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A 那今天呢就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2026 Chanel 高级手工坊系列的秀。刚刚过去的2025时装圈呢，可谓是风起云涌，好多品牌呢都纷纷换帅。那比如说讨论度很高的就是 BV 的前设计总监 Matthew Blazy， 他从 BV 直接蹦进了 Chanel 这个品牌。那不管是他执掌 Chanel 的第一次大秀，又或者是12月刚刚发生在纽约的这一场高定手工坊系列的秀呢，这场秀一出来，讨论度就极高。总共呢是呈现了81个 look， 非常的多，并且呢能够找到各式各样的元素。那有经典的出花呢啊，又或者是动物纹，还有一种非常简单的像优衣库一样的这几个 look， 它都能够在这场秀里面找到。它对于这场秀呢其实是持的2极分化的一个态度。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展开来，以一个比较中性的站位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场秀。那当然了，秉承着我们频道的一贯风格，今天呢不单单只是分析这场秀，还会挑出来几个 look 给大家整理总结，我从这场秀里面学到了什么，有什么启发。Métier d'Art 高级手工坊系列呢，其实是 Chanel 他们这一个品牌为了去展现它旗下手头上拥有的这些手工坊非常繁复精密高级且重工的一些手艺。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场秀的一个背景资讯吧，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从第一套 look 开始就会发现它其实整体的腔调更日常更普通，也是属于我们所有人就照着这个模特的造型穿出去都不会有人觉得你有点太过夸张了吧，这样一个感觉。那再给大家倒回来去看一看，不管是老佛爷时期又或者是刚刚过去的这几年这些高级手工坊的这些秀，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一整个氛围感，是不是两个一对比就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一个呢是偏日常化，把所有所谓的奢侈高级融入到了所有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看见或者是可以穿着的元素。那另一个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它其实真的就只是奢侈品，日常要穿它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场合才是能够去驾驭。两边一对比，是不是非常的明显？那 Métier d'Art 为什么在 Chanel 这一个系列里面，或者是说相较于其他的奢侈品牌所谓的高定系列会显得如此的特殊和不寻常呢？就是因为这个高级手工坊系列呢，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这种高端系列，它的核心目的呢只有一个，让平时这一些藏在衣服后面的一些非常厉害的工艺走到舞台上面，让大家更为熟知了解。而这些工艺呢，大部分都是在巴黎的顶级的手工坊，比如说里面呢就有这个 Lassage 的刺绣工坊。这个工坊呢就是被公认为是巴黎最高级的刺绣工坊之一。那它呢就有为 Chanel 啊、纪梵希啊、迪奥这一些品牌专门做定制服务。一件衣服上面能看见的刺绣，它可能需要花费数百个甚至上千个小时去完成，就属于是这种一针一线堆出来的一个奢华感，不仅费人工费时，还非常的费料。这完全呢不是这种机器工业上面生产流水线能够呈现出来的东西。与其说它是衣服上的刺绣，倒不如说它其实是一件艺术品。还有呢，比如说这种在整个秀场上面我们能够看见的不像刺绣的刺绣，非常的有立体感、几何的一个力量感在里面的，偏现代感觉一点点的，这个呢就是 Montex。 我们经常会在 Chanel 的衣服上看见的这种花呀、羽毛呀，也是有专门的一个工坊去做的，同样也是展现出了 Chanel 它拥有的一些个实力。那场秀最想要表达的，其实是真的可以用奢侈2个字来概括，甚至说是艺术品的一个呈现。但是为什么刚刚发布的这场秀讨论声会这么的高，而且2极分化这么的严重？原因呢也在于此，
因为其实2026年这场秀，不管是从选址还是每一个造型的呈现，每一个 look， 跟以往的这些秀上面比起来呢，这一场秀就显得非常的反常。首先呢，它的选址地点其实是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个地铁站。大家有来过纽约，或者是稍微对纽约地铁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当下就会觉得哇，在地铁站里面办秀，不就是老鼠横行，又脏又丑？但是设计师 Matthew 强调，地铁这个地方其实是属于所有人的空间，不同身份、不同故事的人都在这里穿梭。这正是他希望通过高定工艺和现代生活语境之间建立联系的切入点。那他这一次把这些这么奢华奢侈的艺术品工艺带进了现实，他想要打造的其实是一种珍贵与真实并存的戏剧张力。那这一举动呢，当然是会引来很大不一样的呼声啊。有的人就觉得你怎么能够把在这种非常神圣、很高奢的一些单品工艺下放到一个这么日常、普通，所有人每天大部分都会在经历的一个场景，就好像有一点我把爱马仕开在了我们家市场的卖鱼卖肉的摊位上面，一种很复杂的一种交融感。在它81个 look 当中，我觉得这些个 look80%都是属于在日常穿别人不会多看你一眼的这种非常普通，能够融进所有人的日常生活穿搭当中的一些个造型。那其实这两个不管是持支持态度的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归根到底呢，都是在纠结于高级时装到底是不是应该高高在上，应该被当成一件艺术品，应该被人放在博物馆里欣赏和观看，还是说它会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被我们用来穿着，用来行走于每天都会走的路呢？那反方呢，还有说 Matthew 这一次的秀呢，81个 look 就是一个大杂烩。比如说这几套 look 你拿出来，我不告诉你是 Chanel， 你会不会觉得它是 Chanel 呢？那持反对意见的人肯定就会想说，当 Chanel 的高层决定了邀请 Matthew 回来当设计总监，他们就已经是下定了决心，想要改变 Chanel 这一直以来不变的情况，想要看看这一个一贯以简洁日常设计这种低调的奢华出名的设计师，该如何去跟 Chanel 非常老牌的奢侈文化进行一个碰撞。那我个人呢是觉得，通过不管是观看他的第一场秀啊，又或者是这一次高级手工坊系列，我觉得他还在探索他跟 Chanel 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哪一个才是完美的交融点。那当然我也是非常期待他接下来的秀。那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等到最新的秀出了之后呢，还会跟大家来做一期视频聊一聊。好，那接下来第二部分来看看，我觉得这一场秀它走进日常，那到底有什么是普通人可以去借鉴、去思考，可以把它转化成对于我们日常穿搭生活当中有技巧上面帮助的一些个点呢？那首先第一个穿搭公式，用亮色去点缀黑色是 Chanel 在这一季当中非常喜欢的用法。Look 3一整套黑色，它就去用到了一些非常亮、非常抢眼，甚至有点荧光的配饰去做了搭配。又或者是 Look 9，简单的一个红色三角巾在腰间一绑，就为整套的黑色穿搭增添了不少气场。我发现三角巾是今年秋冬非常好搭，而且每个品牌都有在出的一个元素。即便你不用红色，你可以去用别的不一样的颜色去给自己纯色的一身穿搭，不管是系在腰间也好，围在脖子上也好，你一身纯色去用一个小单品作为点亮的话，就会显得很不一样。那第二个要分享的穿搭公式呢，就是如何让自己衣柜这一些个比较偏中性化或者是有点无聊然后厚实的单品显得更有趣呢？Look 28我也很喜欢，就是它用一件非常简单的黑色半拉链上衣去搭配了一条很繁复的裙子。这个呢是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能够让自己的穿搭出彩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技巧。上半身跟下半身选一个用基础单品，另外一个呢去用一个非常夸张吸睛的一个主单品，就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碰撞效果，
也是属于能够很好的去消化你衣柜里边这些你觉得有点过于隆重、有点过于夸张的单品，但是你又想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想要能够很好的去驾驭它。还有呢，就是 Look 75，用一件非常扎实的黑色毛衣去搭配了略有一点透感的这种蕾丝半裙，这个穿搭公式呢会在接下来的春天非常的好用。那接下来第3个我总结出来的公式呢，就是不要用力过猛。那其实很多单品呢，你单拆开来，它其实都还蛮好看的，但是如果你在身上元素堆叠的过多的话，就会有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那比如说像 Look 32呢，这件格纹半裙呢是属于这整套 Look 当中呢花样比较多，也是比较容易吸引大家眼球的。但是呢，设计师就用一件驼色跟一件黑色的美搭，巧妙的去完成化解了这件格纹半裙所带来的一个吸睛感。这里的一个搭配技巧就是，如果你有任何像这种格子半裙啊、花花的半裙啊，你就直接去选择这件裙子上面有的一个色系，不管是像这个黑色呀，或者是这个驼色，它其实都来自于这个格纹半裙。然后再用这种纯色的东西，它上面富含有的一个色调去给它做一个消化，你就会发现这种很复杂的元素呢，能够被吃得干干净净，平衡的非常好。又或者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2组红蓝搭配，一个是 Look 43。你一看这个格子衬衫，它又是这种粗花呢，又是格子，还是红白撞色，扣子上面也有非常多的细节感，但是它却非常巧妙的用一件很简单的黑色打底和一件几乎看不出来，远看只能看见一件深蓝色块的一件半裙去做了一个消化。但拉近看呢，我们又能够看见深蓝半裙上面也是有这种格子呢纹在的。这一整个平衡感呢，我觉得是属于处理的非常好的。而且这里呢还有一个小 tips 给到大家，像这一件呢，如果你把它身上的这些项链挂坠全部拿掉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但是加上去之后，不管是颜色上面的成立度，又或者是整体重量的一个平衡感，都会达到一个非常 balance 的状态。像在穿这种黑色高领打底的时候，如果你中层或者是说外套是准备敞开来穿，中层又没有穿什么太多的东西，长的项链或者是有趣的三角巾，又或者是比较好看跳色花纹的马甲内搭，都可以放在里面。那另一套红蓝搭配也是属于一下子就吸引到了我的眼球。上半身的这件夹克其实是 Chanel 非常标志性的粗花呢一个夹克了，不管是上面的这个流苏啊，还是整体颜色的调配，它都是一件非常吸睛的夹克。但是它在这一套里边做了减法，下半身呢直接去配到了一个能够跟夹克上面蓝色呼应的一个简单的裤装。这件裤装它甚至没有任何一点花纹，再用一双能够露出白白鞋头的鞋子，整身是不是还是按照了我刚刚所总结出来的一个配色的公式，用你一件最复杂的上衣挑出它里边的2个颜色，甚至是1个颜色，再去给它做到一个消化、与之搭配和平衡，是不是就能够让这套衣服显得非常的干净？还有一套呢，我也很喜欢，就是它用了非常经典的粗花呢针织的这个面料呢做出来的这种半裙，包括整个下摆的设计，都是我们能够在 Chanel 里面经常见到的一些个元素。但是呢，它上半身是搭配到了一些灰色的这种杂糅花色的一个毛衣，就能够很好的去消化这一件半裙带来的一个雍容华贵的感觉。那红色的手套呢，我觉得算是点睛之笔，同样整个色系呢还是配的非常的舒服。那好，以上呢就是跟大家从这81个 look 里面挑出来，我觉得普通人比较好去借鉴驾驭的一些个穿搭技巧。那今天这期视频，不管是让大家看一看这场秀，过一过眼瘾，又或者是真的能够启发到大家在接下来的穿搭当中呢可以用到的这些个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还能够看得开心吧。那如果还喜欢这种看秀学穿搭的视频呢，就一定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那你对这场秀有什么想法呢？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大家一起讨论。那再一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 Elin，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